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毛怪先生的漫画小剧场。HR 呢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公司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这个神圣的部门呢，在古代叫户部，在现代叫人力资源。如今的人力资源部门呢，大部分由女性组成，跟古代的户部可是天壤之别。由于呢美女的加入，这些社畜呢更能心甘情愿地为公司卖命。我记得曾经在一家公司，HR 部门的一水儿的小姑娘，个个长得聪明可爱，每天上午一个小美女抱着一筐零食给大家发吃的。哎，还用嗲嗲的声音问你，你肚子饿了吗？当时呢有一件趣事，公司呢招来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前台。虽然呢公司的整体颜值已经非常高了，但是这个小前台还是更胜一筹，导致呢全公司的男生对他趋之若鹜，甚至组团到前台参观。有时候呢一天要开4、5个团，这些团呢到前台色眯眯的盯着人家看。你想想，这么一个刚刚步入职场的小女孩受得了吗？当然了，这些没素质的家伙里肯定没有我。我这么正直的人民教师都是私底下直接加人 QQ 的。不过呢，这么一来，这小姑娘可被这几个团给吓坏了。结果呢，第二天小姑娘辞职了，导致呢 HR 主管大怒，把这帮男生臭骂了一顿。但是呢，这家公司的 HR 素质是真的很高，我在这儿工作了很长时间，一直感觉都非常好。不过之前呢，碰到一些不靠谱的 HR， 也真是能把人坑死。我曾经呢是一个人民教师，阴差阳错呢进了一家商业培训机构。这个机构呢是一个小公司，人力资源部门呢除了几个小姑娘，还有网管参与。这是我少见的有男性参与的户部。我进入这家商业培训机构的契机呢，是之前这里的小美女 HR 给我打电话，请您几月几号来我们公司面试。小女孩说话温柔又可爱，但是由于当时我忘了到底投了几家公司，然后就问您哪家公司？公司在哪里？小姑娘说您坐公交到三元桥，然后下车走到京信大厦就可以了。我当时呢并不知道京信大厦在哪儿，但是呢三元桥闻名遐迩啊。当时我到三元桥的路程大概半个小时吧，我呢再提前30分钟出发，1个小时足够了。当我呢从三元桥下车之后，打听了一下京信大厦在哪儿，结果没人知道。我问了半天，终于有个人给我指了一个方向，让我朝东南方向走。我这一走呢就是15分钟，差不多走了1公里吧。虽然不算太长，但是我到了京信大厦之后，发现楼下明明就有一个公交站，叫三元安。随后呢，面试入职都比较顺利，所以呢，这个三元桥事件我也没有多问。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，一次偶然听见 HR 小女孩打电话，应该是通知另外一个员工来面试吧。这个小姑娘说我们公司在三元桥，您在三元桥下车。听完电话，我过去跟小姑娘说，我说丽丽，咱们京信大厦是在三元桥吗？她说是啊，我就是在三元桥下车呀。我说你每天走1公里吗？就说没有啊，就200多米，很快啊。结果详细一问我才明白，他确实在三元桥下车，不过他下车的位置在三元东桥。我们在地图上看一下，京信大厦是不是在三元东桥的附近？这可比三元桥近多了吧？那个时候呢，北京的公交站并不是特别的统一，有时候呢一个车站有2个不同的地名。这个三元东桥呢有很多车站，而小姑娘坐的这一路车在这儿恰恰叫三元桥，而她呢也先入为主的告诉所有人，这一站就是三元桥。大姐，您不知道楼下有一站三元安就算了，您至少得告诉别人，咱们大厦在三元东桥啊。我不知道他把多少人知道三元桥了，所以呢，我本着这个事实，当时跟他理论了一番。说完之后，他2个大眼睛眨巴眨巴看着我，我感觉好像白说了。几天之后呢，他还在那儿打电话，您在三元桥下车。由于当时呢，我们是一个小公司，人力资源主管呢就直接由校长代替了。每年年底呢都有一个总结会，这个校长带领的 HR 团队呢会给优秀员工发一些奖励。小公司嘛，没什么钱，全公司就1个大奖。这个大奖呢也就是一套锅碗瓢盆，但对员工呢也是一个激励。
当时呢，包括我在内，在学校奋战在前线的老师一共有7、8个人吧。最后呢，你猜谁得到这份大礼了？哎，是我们 HR 组的3元桥小姑娘。可能这个小姑娘工作真的很优秀，所以呢，我也没有资格在这里当酸民。但是到了第2年年会，每个人发表了一番畅想未来的言论之后，到了激动人心的颁奖时刻，结果我们一看，奖品是跟去年一模一样的锅碗瓢盆。我心里想，这不会就是去年那套吧？哎，一样就一样吧，但这回总能发到第一线的教师团队里吧？结果呢，这回没有发给去年的丽丽，但还是发给了 HR 团队。你说我们这帮老师吧，啥也没得到也不准确。最后呢，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贺卡，上面写了个 Happy New Year。这就像你辛苦干了1年的活，等着公司给你涨薪，产品经理跟你一顿谈话畅想未来，最后呢给你涨了50块钱。校长啊，您这个贺卡还不如不发呢。你说你一个小公司，平时的端午节呀、情人节呀，啥也不发，其实没什么，咱也没有资格要，公司穷嘛，咱理解。但他干过一件事让我终身难忘。有一次到了教师节，公司终于记得我们是个培训学校，是靠老师挣钱的。所以呢，在当天少见的，我们的校长兼 HR 总管责令教学经理带着我们所有教师去饭店吃一顿。吃一顿饭也不容易了，我当时还挺高兴的。于是我们一帮人民教师跟着教学经理到附近一家餐厅大快朵颐。酒足饭饱之后，教学经理说了一句：“这顿饭大家 AA 制。”我们几个衣冠禽兽面面相觑，但是本着我们的身份，谁也没多说啥。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，我们默默地付了账。教学经理啊，往好处想，我就认为你是一个背锅侠。第3年，我辞职了。以上呢就是校长带队的 HR 团队，领导兼 HR 总是能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效益。但是呢，跟下面这个比，我们那个学校的格局还是太小了。后来呢，我加入了一个游戏公司，一个游戏项目一般呢是产品经理说了算，但是你见过 HR 说了算的游戏项目吗？我在加入这家公司的时候呢，也是一个美女小 HR 面试的我，从初始联系、测试、面试、谈薪资等等，都是跟她一个人接洽。这个小女孩特别干练的形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办事从来不拖泥带水。我入职呢也很顺利，因此工作很顺心。之后进入项目组，那么工作呢都是跟程序和策划相互扯淡，跟那个小姑娘就没什么交集了。我们的项目进入试运营阶段。有一次例会，大家正在互相推卸责任，产品经理呢在台上侃侃而谈。这时候呢，一道身影闪现进会议室，指着项目经理就打骂：“你们自己看看你们的数据，这做的什么呀？现在游戏体验这么差，不赶紧说把关键的部分改了，还相互推卸责任，你这个产品经理干嘛吃的？”一通臭骂下来，我一看，竟然是招我进来的那个小 HR。我在游戏圈混了这么多年，这个奇景我可是第一次看到，一个 HR 大骂产品经理，而且把产品经理骂了个不吐糊。我脑子一时没转过来，我所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呀？小女孩对他一顿臭骂之后摔门而出，产品经理呢唯唯诺诺地开始分配工作。后来呢一打听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家公司的大股东是 HR 部门。一个 HR 团队投资招了一帮人做游戏，感情我加入的是人力资源公司。这时候我才想起来，怨不得我们 HR 的大佬在工作的时候没事就在项目组里乱窜，没事还指着竹美的画说：“你这个画的不好看。”我们竹美还得陪着笑脸说：“我改我改。”因为 HR 部门权力巨大，而且公司有钱，因此呢，每逢节假日我们都能得到一份大礼，这也算是我走运了。有一次端午节，公司发粽子，我排队过去一看，每人一个大箱子，这根本不像装粽子的东西呀！我一搬巨沉，女孩子根本就抱不起来。我费劲儿把箱子搬回家，我老婆说：“你把公司电脑搬回来干啥？”打开箱子一看，这么大的盒子里只有5个粽子，剩下的呢是一个巨沉的大玻璃盆，下面是一个用铜铸成的盆托。
大哥，我要这玩意儿干啥呀？这东西如果往外卖的话，估计也不便宜吧？但是造价多少咱就不知道了。之后呢，公司时不时的就会发点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。公司是真他妈有钱呀！HR 部门到底创造了多少业绩？我再声明一遍，我的故事你们都得认为是我瞎编的不要对号入座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请订阅点赞毛怪先生，我们下次讲更有趣的故事。See you next time.